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拉萨红山之巅，布达拉宫雄踞山顶，映射出神圣的光辉。这座海拔3700多米的高原宫殿，13层楼高的庞大建筑群，千百年来一直是藏传佛教最崇敬的圣地。无数朝圣者长途跋涉，只为瞻仰它金碧辉煌的雄姿。然而，在这片看似神圣纯净的净土背后，是否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禁忌秘密？布达拉宫真的是人间天堂，还是隐藏着令人战栗的地狱入口？官方和学者千百年来刻意隐瞒的宫殿禁区究竟是什么？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这座神秘圣殿的光芒与阴影。提到布达拉宫，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它悠久而曲折的历史。相传公元7世纪时，吐蕃王松赞干布为迎娶大唐文成公主而在红山上修建宫殿。虽然关于文成公主的传说细节众说纷纭，但可以肯定，布达拉宫的最初雏形确实始建于1300多年前。当时修建的红山宫据说有999间房，加上一间国王的修行密室，凑成1000间，象征着圆满吉祥。然而这座初代宫殿的命运多舛，仅仅存在约200年，便因战乱和雷击毁于一旦，只留下残垣断壁。时光流转，红山上的宫殿沉寂了将近800年，直到17世纪中叶，西藏历史迎来新的篇章。第5世达赖喇嘛得到蒙古和清朝的支持，在红山遗址上重建布达拉宫。重建工程从1645年开始，集结了当时全西藏最杰出的工匠和无数人力物力，历时数十载，耗费白银数百万两，在山腰到山顶依山就势，筑起雄伟的宫堡建筑。据史料记载，巅峰时期同时动用了7000多人参与建造。到17世纪末，红宫白宫交相辉映的布达拉宫终于恢复了昔日荣光，成为历代达赖喇嘛的东宫驻地和统治权力中心。可以想见，在那没有现代机械的年代，要在海拔这么高的山上兴建如此宏伟的宫殿，是件几乎无法想象的壮举。更令人惊叹的是，几个世纪以来，这座宫殿经历风霜雷电和战火动荡，居然一直稳如磐石地屹立在红山之巅。如今，它不仅是世界文化遗产，更被誉为世界上海拔最高、最雄伟的宫殿建筑之一。然而，也正因为历史悠久，在漫长岁月中，围绕布达拉宫滋生了许多神秘传说和未解之谜。一方面，它代表着西藏佛教的净土与荣耀；另一方面，各种离奇的谜团为这座圣殿蒙上了神秘面纱。接下来，我们将一一揭开这些隐藏在荣耀背后的谜团。走进布达拉宫，仿佛进入一座巨大的迷宫，迂回曲折的走廊，上下重叠的楼层，层层套间的殿堂，让每一位踏入其中的人都叹为观止。布达拉宫的整体占地面积高达13万平方米，建筑面积也有15万平方米之巨，远远望去仿如山体和宫殿融为一体。如此庞大的建筑群，里面到底有多少房间呢？这听起来像个简单的问题，但事实却出乎意料，没有任何人能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字。是的，您没有听错，虽然传说说当年松赞干布修建初代布达拉宫时有1000间房屋，但那毕竟是1000年前的往事，历经毁灭与重建。如今的布达拉宫是17世纪以后重新修筑并多次扩建而成的，结构早已和当初大不相同。奇怪的是，后世无论怎么尝试，始终无法精确统计出这座迷宫般宫殿的房间总数。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原来难题出在藏式建筑独特的构造。传统藏式宫殿不是按标准房间设计的，而是以柱子划分空间，一组柱子之间形成一个间，若干间连通，又构成套房。布达拉宫历经多代修缮扩建，内部柱网纵横交错，房中有房，隔间套着套间，楼梯暗道四通八达，早已无法用传统方法来简单计算房间数量。据说在20多年前，布达拉宫管理处曾请来经验最丰富的老工匠，试图带领团队逐一清点所有房间。然而绕来绕去数到最后，大家却发现每人报出的数字都不相同，误差之大令人大跌眼镜。面对这座结构极其复杂的建筑迷宫，即使是工作了一辈子的老工匠也不得不承认失败。
据一位参与清点的老人回忆，我们走遍角角落落，还是无法确定哪些算独立房间，哪些是相连空间，数到后来只能苦笑着放弃。此后，管理处又邀请了现代测绘专业人员，希望借助先进技术一探究竟。然令人意外的是，即便使用现代测量方法，也依然无法确定布达拉宫的精确房间数。由于整个宫殿是由无数套间和隔间复合组成，空间定义模糊，传统的一间房概念难以套用。时至今日，布达拉宫到底藏有多少房舍，仍然是无解之谜。数不清的房间不仅增添了神秘色彩，也给人一种奇异的联想，仿佛这座宫殿本身有着自己的生命，内部空间如同会变化的迷宫一般，难以琢磨。有人开玩笑说，也许只有传说中的建筑神灵才知道正确答案吧。无论如何，当游客行走在布达拉宫里，处处是曲径通幽的新发现，一不留神就仿佛迷失在历史长河中的迷阵。这大概正是这座千年古建筑引人入胜的地方之一。另一个长久以来困惑世人的问题是，布达拉宫屹立高原之巅，风雨千年，为何始终稳固不倒？要知道，布达拉宫主楼高度超过100米，整体相当于10几层楼高，占据整座红山山脊。然而在地震、风雪甚至雷击的考验下，它依然如磐石般稳固。难道这背后另有高人庇佑，或者藏有某种黑科技不成？其实谜底并不在神灵，而在于古代匠师的惊人智慧和工程技术。首先，布达拉宫拥有极其坚实的地基，建筑大师们并未直接将宫殿压在崎岖山体上，而是先在山腰开辟出平台，筑起一层层方石砌成的厚重地垄墙。简而言之，他们等于为整座宫殿造了一个人工台基。根据现代测绘，布达拉宫在山体隐蔽处密密麻麻分布着上千个小型拱形空间，层层叠叠，共有8层之深，就像是在山腹中堆叠了8层蜂窝状结构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地下8层地宫，也是建筑的真正地基所在。千百年来，正是无数这样的地垄墙相互支撑，托起了上面宏伟的宫殿。可以说，布达拉宫稳固的秘密首先就在脚下。它的根基并非一整块脆弱的自然山石，而是融合了人工巧思和天然山体的复合结构。其次，墙体结构巧夺天工。远观布达拉宫，高大的宫墙外观平滑笔直，如刀削斧砍一般，但其实墙身厚度随高度变化，底部最厚处居然超过5米，往上逐层收分，顶部墙体则薄至约1米左右。这种上轻下重的墙体设计大大降低了重心，增强了建筑稳定性。此外，建造者在筑墙时使用了极为坚硬的花岗岩石材，并在部分墙体夹层浇筑融化的铁水，以加强墙身强度。想象一下，在没有钢筋混凝土的古代，他们等于自创了一种夹心铸铁加固墙，难怪墙体历经风霜仍牢不可破。更妙的是，藏族工匠还在墙体材料中掺入了一种当地特产植物纤维，名为白马草。这种植物韧性极佳，干燥后至清不腐，还能防虫蛀。他们将白马草染成红色，与粘土和砂石混合筑墙，不仅减轻墙体重量，也给红宫后墙增添了一抹独特的红色调。可以说，布达拉宫每一面看似朴素的宫墙背后，都藏着古人苦心孤诣的匠心巧思。最后还有一项绝妙的传统工艺，不得不提布达拉宫的墙面涂料。每年宫殿外墙都要按传统重新粉饰一遍，而这涂料的配方相当不寻常。您能想象墙漆是用食物做成的吗？事实上，白宫洁白墙面的粉刷材料是将石灰中掺入牛奶、冰糖、蜂蜜和红糖等熬制而成。由于加了奶和糖浆，墙面干燥后散发出淡淡的甜香，被戏称为甜甜的布达拉宫。这种特殊漆不仅使墙体更紧密、防水，也是出于一种宗教寓意，以牛奶与蜜糖象征对佛的奉献，为宫殿披上纯净甘露。红宫的红色外墙则通常用从矿物和植物提炼的红色颜料，同样混合白马草汁液粉刷。传统配方让建筑表面形成一层柔韧的保护膜，历久弥新。在猛烈日照和高原严寒中，布达拉宫依然色彩鲜亮，靠的正是这代代相传的秘制涂料。综合以上种种，
可以看出布达拉宫能够千年不倒，绝非偶然。一座伟大的建筑奇迹，往往凝聚了无数工匠的智慧心血。当我们仰望布达拉宫高耸的轮廓，不仅要惊叹其雄伟，更应佩服古人超乎想象的工程技巧。当然，再坚固的建筑也需细心维护。所幸现代的保护人员延续了前人的责任心，运用科技手段持续监测，为这座高原明珠保驾护航。如果说数不清的房间和坚不可摧的构造已经够神奇，布达拉宫地下的秘密更是引人无限遐想。长久以来，民间与学界流传着一个惊人的说法，在布达拉宫的地底深处隐藏着一座8层楼高的神秘地宫。有人笃信地宫中埋藏着无数珍宝古籍，还有人坚称地宫深处有一道通往地心的隧道，一直延伸到一个未知的地下世界。这个传说中的地下世界被誉为藏传佛教的极乐净土香巴拉。按照藏地古老传说，香巴拉是一个如莲花环绕的圆形国度，光明永驻，没有痛苦和战争，处处是取之不尽的金银财宝与智慧典籍。更神秘的是，相传香巴拉王国入口就在布达拉宫的地下，而历代达赖喇嘛乃至高僧大德都在暗中守护着这个天大的秘密，不让凡人随意进入。听起来不可思议吗？然而，不仅西藏本地百姓深信这样的传言，连远在千里之外的西方探险家也对此趋之若鹜。20世纪上半叶，纳粹德国头目希特勒就对神秘学和香巴拉传说极感兴趣。有史料记载，1938年，他秘密派出探险队奔赴西藏，企图寻找所谓世界神力的源头。这支德国探险队据说曾设法进入拉萨，甚至想一窥布达拉宫地下的奥秘。2次大战期间，纳粹政权的兴衰没有让这条探索之路走到黑暗尽头，但类似的执念并未止步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冷战时期的苏联也对西藏的传说产生兴趣。在20世纪50、60年代，苏联方面先后多次派遣科学考察队前往西藏，据传至少5次试图调查布达拉宫的地下构造。他们的目的似乎也不单纯是学术研究，极可能包含着寻找地下宝藏或探索香巴拉入口的意图。试想一下，在那风云诡谲的年代，世界强权不惜耗费人力物力，只为了布达拉宫下一个无人证实的传说，这本身就让人脊背发凉。难道在这座圣殿之下真的隐藏着惊人的秘密，以至于引得外国势力窥视吗？香巴拉净土究竟是美好的天堂，还是虚无缥缈的传说？亦或布达拉宫地下埋藏的其实不是天堂，而是某种不为人知的禁忌地狱？除了香巴拉传说，民间还有更阴森的版本。有传言称，在布达拉宫后方隐藏着一个鬼洞，一处不祥的洞穴，被视为幽灵和诅咒的所在。据说100年来，凡是动物或人误入那洞附近，都会有去无回，仿佛被地狱吞噬一般。当地方一些老人谈起鬼洞，也是避之唯恐不及，认为那是被封印的邪灵出入口。尽管从未有确凿的证据证明鬼洞存在，但这种毛骨悚然的传说无疑为布达拉宫增添了几分恐怖色彩。在虔诚的信徒眼中，这里是圣洁净土，但在好奇者和传说故事里，它又蒙上一层禁忌与诡秘，仿佛天堂与地狱只在一墙之隔。那么，布达拉宫地下传说中的宫殿禁区到底是真有其事，还是以讹传讹的神话呢？事情的真相或许比传说更令人惊叹。转眼来到20世纪末，中国政府对布达拉宫的保护进入新阶段。1980年代起，国家拨款对布达拉宫进行全面维修保养。在此过程中，一批老一辈专家和工匠开始对宫殿各处展开细致勘察。他们决定要亲自揭开那传说中地下结构的神秘面纱。1992年，时任布达拉宫管理处处长的强巴格桑带领维修队，开启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地下探索。过去从未有人完整绘制过布达拉宫的地下结构图，许多下层空间甚至没有出入口，只留下几个封闭的小窗。维修人员在红宫底部发现一扇奇怪的小窗，窗户很矮小，人根本无法进出。透过缝隙用手电一照，却见里面黑暗幽深，好像别有洞天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地宫入口？强巴格桑当即决定锯开窗框，亲自爬进去一探究竟。当年已是中年人的强巴
格桑带着几名工匠小心翼翼钻入了这个从未有人进入过的阴暗空间。眼前景象让他们大吃一惊，脚下是一个直筒井状的深洞，四壁是用大块方石垒砌的井窖式结构，一层套一层向下延伸，仿佛无底深渊。他们顺着绳索艰难地下到最底层，昏暗中依稀辨出周围有许多狭窄的小房间，石墙上布满了岁月累积的裂缝，几根横梁船木残断腐朽，被虫蛀得千疮百孔。昏黄手电光束所及之处，灰尘与蜘蛛网飞舞，闷浊的空气中仿佛带着古老的气息。那一刻，强巴格桑仿佛闯入了一座尘封多年的地下墓穴，头顶上方是游人如织、阳光灿烂的圣殿，脚下深处却是静寂破败、与世隔绝的黑暗空间。天堂与地狱的强烈对比竟在此处真实地呈现在他眼前。面对8层之深的地下空间里满目疮痍的景象，这位老处长一时百感交集，竟忍不住落下泪来。正如他后来向媒体回忆时所说，布达拉宫上面的5层看起来金碧辉煌，但底下的8层都是烂的。如果不把这基础保护好，整座宫殿随时可能出问题，那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。强巴格桑深知自己发现的正是布达拉宫的地下地垄结构，这个维系宫殿生存的基础，同时也是千百年来鲜为人知的隐秘领域。这些地底房间长期封闭黑暗，人迹罕至，早已成了名副其实的宫殿禁区。如今亲眼目睹其荒败脆弱的现状，他感到肩上责任重大，再也无法安眠。自那以后，强巴格桑和同事们下定决心，要将布达拉宫地下结构摸个一清二楚。几年内，他带领维修队伍一次次爬进那些几乎无法转身的窄小空间，用简陋工具探明了一个又一个地垄井穴的位置，结果令人大开眼界。陆续探明的地下地垄隔间多达上千个。原来，过去传说的所谓8层地宫其实真实存在，只是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，有一条华丽的迷宫通道连通各处，而是由无数独立的小空间构成的结构体系。这些空间有的层层相叠，有的错落分布，大部分彼此并不相通。因此，在幽暗逼仄的地垄里，人并不能随意行走串联，而必须像他们那样一格一格地爬进去勘察。这项工作可谓困难重重，很多地方洞口狭小到只能先把工具送进去，人再勉强钻进去，全程几乎匍匐着移动。有的地垄低矮潮湿，令人喘不过气；有的通道迂回曲折，一不注意就迷失方向。但维修队的工人们凭借着一腔热忱和责任，硬是将发现的上千处地垄逐一查看加固。对他们来说，每清理巩固一处，心中就多一分踏实。那些年过60的强巴格桑不顾年龄，亲自钻遍所有地垄，只为确保不遗漏任何隐患。他感叹道：1300年的布达拉宫容不得半点差错，我在这里干了20多年，灵魂早就和布达拉宫绑在一起了，他好我就好，他不好我也不好。这番肺腑之言道出了老一辈布宫守护者对古建筑的无限热爱与责任。随着持续不懈的努力，布达拉宫地下世界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。管理人员最终确认，所谓地下地宫并非什么埋宝藏的迷宫，更不是什么通往地心世界的隧道，而正是支撑宫殿的地基地垄结构体。8层之说基本符合地垄的叠层数量，但具体的地垄数目远不止传闻的8层空间，而是星罗棋布多达上千个，而那些耸人听闻的珍宝和经卷也并未发现散落其中。取而代之，工人们在地垄里发现最多的是几百年累积的垃圾。也许您会好奇，偌大神圣的布达拉宫怎么会有大量垃圾呢？然而事实确实如此。当年在对地垄进行全面清理时，工作人员足足从宫殿内外清运出10多卡车的陈年废弃物，其中很大一部分正是藏在地垄夹层和角落的杂物碎片。这些所谓垃圾从何而来，又为何积存至今呢？首先，许多垃圾其实是古代建造和维修时遗留下的材料残片。在修筑地垄墙时，有些废弃石块、木料掉落在夹缝里。由于地垄空间原本就不做日常用途，所以这些碎料就一直留存在那里，无人去清理。随着时间推移，粘土填缝老化风化，
船木断裂腐烂，变成泥土和木屑，也一起堆积在地笼底部。久而久之，封闭的地笼里便形成一层又一层灰土与残渣，看起来就像杂物垃圾一般。其次，还有一部分垃圾来自布达拉宫内部、库房和角落，这就与西藏的传统观念有关了。藏族百姓认为布达拉宫作为至高无上的佛地，其中的一草一木一物都沐染神性，带有灵气。哪怕是一张旧纸、一块破布，只要在布达拉宫里过夜，都不应随意丢弃到俗世尘土中，否则就是对神圣的不敬，还可能给自己招来晦气。因此，历来宫里产生的废旧物品，僧人们往往不敢丢出宫外，而是集中堆放在偏僻不用的库房或地笼空间。有经验的僧人还担心，万一垃圾中夹杂着什么贵重的小法器或宝物，清理时一不小心扔了，岂不是罪过？种种顾虑之下，小到耗尽的酥油灯芯、破损的唐卡卷轴，大到残破的法器木盒、旧毯碎杖，都被多年累积的存放起来。时间一长，连老鼠都闻讯而来，把那些杂物堆当成了天堂，在其中安家繁衍，又留下更多的鼠窝和粪便。可以想见，几百年不曾大规模打扫的结果，布达拉宫某些隐蔽处早已成了古董垃圾场。直到上世纪80年代首次大修，工作人员才对宫内积尘已久的角落来了个彻底大扫除。他们不仅清除了地笼中的尘土残渣，也把许多库房杂物逐一筛检。由于担心错扔宝贝，大家把每一撮尘土都仔细过筛。一番淘金式的辛苦劳动后，他们果然在垃圾中发现不少意外惊喜，例如混在灰土里的珊瑚和绿松石碎片，滚落在鼠洞旁的古银币，以及一些残缺但依稀可辨的珍贵经文叶片等。这些发现证实了僧人们之前的担忧并非多余，宝物真的可能与垃圾混在一起。幸好他们怀着敬畏小心清理，才使得这些散落的遗珍重见天日。当然，多数垃圾本身并无价值，最终作为废土弃置。但透过这次清理，人们也明白了那么多垃圾积存的来龙去脉。看似荒唐的现象背后，其实蕴含着宗教信仰的影响，以及古建筑使用习惯的特殊之处。想象那些堆了千年的尘土烂木中，甚至孕育出一些新生命，不禁让人唏嘘。神圣与凡俗就在这样的细节中交织。布达拉宫的确处处是宝，但同时也的确藏污纳垢过。天堂的殿堂下面，原来也埋着不为人知的垃圾与宝藏共存的世界。如今经过清理，地笼干净安全，昔日的地下垃圾场已成为历史。但这段往事作为布达拉宫的一桩奇闻异事，依然耐人寻味。说到布达拉宫的宝物，流传极广的一种说法是，世界上一半的黄金都在布达拉宫。这话听起来未免夸张，毕竟整个地球的黄金存量何其巨大，哪有可能有一半藏在这座宫殿里？然而，这个说法之所以流行，是因为初次踏入布达拉宫的人，无不为眼前铺天盖地的黄金光芒所震撼。寺院殿堂里，大大小小的佛像、法器多用鎏金包裹，墙壁天花绘满，金粉彩绘。而最引人注目的，莫过于历代达赖喇嘛的灵塔。那是一座座用黄金铸造并镶嵌珠宝的巨大塔形陵墓，其中第5世达赖喇嘛的灵塔尤为惊人。这位让布达拉宫重获新生的伟大人物圆寂后，他的遗体被制作成灵塔舍利，安奉在红宫内。史料记载，修建5世达赖灵塔时，耗用了11万两黄金。11万两是什么概念？折合现代度量，约等于3-4千公斤的黄金。仅一座灵塔便用去数吨黄金，难怪人们感叹布达拉宫黄金之多。更不用说，后续几位达赖喇嘛也各自有自己的灵塔殿，虽然规模略逊于5世达赖，但也都是金光闪闪，珠光宝气。整个布达拉宫内，光是肉眼可见的重要金质佛塔就有8座，此外还有数不清的纯金佛像、金灯、金碗等法宝供器。如果将这些黄金全部集中起来，可能真是个惊人的数字。据统计，有资料估算，布达拉宫累计使用的黄金量约在30余吨左右。这虽然远不到世界黄金总量，但在一座建筑中聚集如此多黄金，已足以令人瞠目。也难怪昔日传闻以讹传讹，就演变出了半数黄金在此的误传。然而，
对藏族信徒而言，黄金再珍贵也只是身外之物。在布达拉宫里有许多比黄金更珍贵的宝藏，比如那成千上万幅精美壁画和唐卡，记录了从远古传说到历史故事的一切。再比如保存完好的贝叶经、手抄典籍和藏文、甘珠尔经、丹珠尔经等无价经文典藏，还有历代留下的珍奇文物，从象牙、玉石到瓷器、法器，琳琅满目，美不胜收。这里简直就是一座西藏历史与宗教艺术的巨大博物馆。也许正因为此，人们常说布达拉宫的宝贝抵得上半个世界。尽管字面上有夸张成分，但它形象地道，除了布达拉宫文化财富的丰厚无比。黄金象征着物质财富，而知识与信仰的宝藏则代表精神财富。在这座红山之上的宫殿里，两者兼而有之，相得益彰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布达拉宫那些金碧辉煌的屋顶和塔顶也全部包覆着真金。远远望去，整座宫殿上方点缀着一片灿烂夺目的金顶群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据记载，当年建造金顶时就用了数千公斤黄金鎏金。如果站在高处眺望拉萨，布达拉宫的金顶仿佛在云间闪耀，提醒着世人这里曾是何等荣耀与尊贵的所在。揭开了以上一桩桩传奇秘闻，我们再回到最初的疑问，布达拉宫究竟是神圣净土还是禁忌地狱？现在我们可以给出答案了。毫无疑问，对亿万信徒来说，布达拉宫象征着观世音菩萨的净土，历代高僧大德在此修行传法，使其成为精神上的天堂。它见证了西藏历史的沧桑巨变，孕育了无数宗教与艺术瑰宝，光芒将永远照耀后人。然而，在这片光鲜背后，布达拉宫也有着凡人未曾了解的另一面。那深埋地下的裂隙中，隐藏着建筑岁月留下的伤痕与幽暗。那流传民间的离奇传说，则投射出人们对未知的恐惧与敬畏。所谓天堂假象被揭开，并不是说布达拉宫不再神圣，而是说我们终于看清了它更加真实和立体的面貌。它既有如诗如画的壮丽，也曾有腐朽破败的险情，既藏着宝库，也藏过垃圾，既被赋予圣洁的光环，也蒙受过妖魔鬼怪的传说。正是因为如此，矛盾的两面并存，这座千年古建筑才更显得鲜活而耐人寻味。庆幸的是，随着现代科学和保护力量的加入，过去那些困扰人们的谜团正一一得到解答或妥善处理。地下8层禁区如今已修缮加固，无惧坍塌，堆积的陈年垃圾已被清理，隐患不再。黄金财富和文化遗产得到严格保护，再不会任人觊觎。那些耸人听闻的鬼魅传说，终究也只是给布达拉宫增添了一丝神秘色彩，却不足为信。事实证明，布达拉宫没有通往地心的黑洞隧道，也没有吞噬生命的鬼门，只有先人留下的伟大建筑、智慧和丰富遗产，需要我们用心守护。当夜幕降临，皎洁的月光洒在布达拉宫红白相间的宫墙上，整座宫殿显得宁静而庄严。或许我们可以想象，在那幽深的回廊和地下室中，历经千年的柱子和墙垣正发出轻微的声响，仿佛在讲述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。白天它是绚烂的人间圣域，夜晚它依然守望着漫天星辰。布达拉宫既是神圣净土，也是一座凝聚无数人心血、经历沧桑的世间建筑。天堂也好，禁区也罢，都只是人们赋予它的称号。而它真正的伟大之处，在于超越了这些表面的名目。它以1300年的沉默见证着历史，启示着未来。总之，当我们再次站在布达拉宫脚下仰望时，不妨怀着更复杂也更敬畏的心情。眼前这片巍峨壮丽中，有光明也有黑暗，有神圣也有凡俗。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座建筑，更是一整个世界的缩影。天堂与地狱共存，传奇与现实交织。正因如此，布达拉宫才能穿越千年风霜而魅力不减，让每一个了解其故事的人都不由自主地为之毛骨悚然，又心生敬仰。最后，当晨曦再度照亮红山，布达拉宫依旧耸立云端，迎接无数朝圣者的瞻仰。它的秘密已逐渐被我们所知，但它的精神永远高悬天际。这座既神秘又伟大的宫殿将继续见证着雪域高原的传奇，
守护着属于人类文明的不可思议篇章。神圣净土也好，禁忌地狱也罢，走进布达拉宫，你体会到的或许是另一种震撼，那就是历史和信仰交织的人间奇迹。